欢迎收看第1078期北境不静音，美国、伊朗正式开打了。5天前我做了一期节目，预测他们48小时之内开打但是延迟了这2-3天，但总归还是开打了。正式的消息，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了轰炸。那么目前呢，事情刚刚开始，我们能够说的细节并不多。但是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因为这是全球现在最大的事情。以及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华语世界的这个舆论的变化肯定会有很多人从美国的霸权主义，从伊朗的国家恐怖主义这2个角度去入手批评搅浑水。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刚才我说的这2个问题和伊朗这个装神弄鬼的政权应不应该被消灭是完全的2个不同的问题。美国的霸权主义有没有？有。伊朗的国家恐怖主义有没有？有。但是这和伊朗没关系。为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街上看到有一个人正在行凶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人去把他制止了。但是制止这个凶犯的这个人呢，他本身也曾经是一个罪犯，他在别的地方犯下了别的罪行。那并不影响我们为他叫好因为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正在发生的这一起这个凶杀案被他制止了，他就是英雄但是他可能在其他地方犯过错甚至犯了罪，那这是另一个问题，很好理解，对吧？所以未来这些天我们应该讨论的就是伊朗这个政权应不应该被消灭，什么时候被消灭美国和以色列的问题单聊或者以后再聊。那我刚才用了一个词，说伊朗这个政权装神弄鬼。那我的老观众都知道，我曾经这里做过一期节目有一位固定的嘉宾叫马炬先生，他对这个中东和伊斯兰教非常的了解请他来去给大家讲。但是讲到伊朗这个政权的时候他比较多的是一些赞美说伊朗还是有这个民主进程的至少还是一个民主社会等等。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角度没有给大家说我今天给补上。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虚假的民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表面上看有没有投票，有没有选举这些都有民主化的进程都有。但是伊朗还有一个东西叫最高领袖。这个最高领袖当然是他们宗教方面的最高领袖，但是他可以对这些国家的重大政策以及对于这些民选的这些结果，他可以有一票否决那么这个最高领袖，我们知道伊朗是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修改了自己的宪法，我们也叫1979宪法。在这个宪法里增设了这个最高领袖这一职。那第一任就是霍梅尼，从1979年干到1989年他死了之后变成哈梅内伊，就从1989年一直干到现在2026年。那这个最高领袖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透一点，就是很多中国人呢去想象这个民主，就觉得是好一人一票我们什么都投票决定这就是民主了。因为美伊开打这个事情会深远的影响未来中国的一个走向。那我们当然都期待中国有天亮的一天有自由民主的一天，但是到那一天会不会有人窃取这个胜利的成果？怎么窃取？那我觉得就特别重要的在于中国人的观念，就你能不能理解民主到底是什么？不只是一人一票这么简单我们今天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在民主里什么是民主的基石？一个保障我们做民主是为了什么？就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权力制衡。什么叫权力制衡回头看这个伊朗，他的最高领袖现在这个哈梅内伊就没有人能够制衡他他就不是一个权力制衡的
所以那个社会表面上是有投票的、有民主的，但其实是虚假的民主。那有人说了，不是啊，伊朗有一个东西叫专家会议，说这个专家会议可以制衡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甚至可以罢免他。对，这是宪法里写的，但实际上能不能操作呢？专家会议由88个成员组成，这些人是由伊朗人民选出来的，可以投票，可以选。但是候选人，就你可以选哪些人呢？这个候选人要由伊朗的宗教机构提供出来，人民才可以选。那这不就很奇怪吗？候选人要由宗教机构选，那这个宗教机构里面的最大的头头，这个最高领袖又是哈梅内伊，他能提供来的人选进入到这个专家会议里当然是有任期的8年那你说这些人真的有能力、有权利、有意愿去罢免这个宗教方面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吗？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专家会议表面上宪法里写的是为了制衡这个最高领袖的，表面上是有一个制衡的机制，但其实这个机制是被掏空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这也是我们想提醒未来的中国当你有机会去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新的制度的时候，不要被表面上的那些很光鲜的词汇所欺骗好像我们也有民主啦，我们也有这个权力的制衡，但其实真的能不能运作会不会就像伊朗似的对公众有一个交代我们没变，我们还是民主社会，还有选票但是呢，我们又照顾了你们的这个宗教传统的这些习惯信仰，所以我们弄出了一个1979宪法，但实际上是骗人的你真正运行起来之后，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制衡它它实际上是在搞一种宗教独裁。好，回来我们希望，我们希望伊朗这个装神弄鬼的政权，这一次被美国和以色列打垮，进行这个政权的更迭，修改这个宪法。因为我为什么说他装神弄鬼的政权应该被消灭？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是人们选出来的负责管理以及让这个社会更好运转的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做的就是普世、透明，对吧？透明很好理解你政府运转当然要透明，各种的财政政策实行都应该透明。那什么叫普世？普世就在于说，这个政府的存在，你是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而不是说我是为了一个什么宗教的这个教法而存在的。我这不好意思那个小狗狗又不老实，又不踏实了，困了OK 我们不多说这场战争刚刚开打，大家去关注，看看伊朗这个邪恶政权什么时候能被推翻。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里面学到这些经验，去看未来中国那片土地上的一个发展，以及呢，更迫切的。最近这些天的这个华语世界的舆论圈我们可以去看，会不会有很多人以这个攻击美国霸权和这个伊朗以色列作为一个借口在这里搅浑水去转移视线甚至呢，因为我们知道战争开打必然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平民的伤亡然后又从这个角度去谴责美国以色列还是在搅浑水。这些其实都是中共指派出来的任务。那我们看看谁在这么说，我们也就明白这背后是怎么回事了。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我们要做个核实呢，谢谢大家。